各位好，我是 Spike， 今天啊带大家出来逛一逛公园。我也不知道这个公园，如果您是国内的观众，是不是能够认同啊？因为我也是刚出国不久嘛，所以我还留有国内的这个印象。我觉得最起码在国内的一线城市，这个公园的概念和我目前所在的加拿大的这个城市还是有蛮大的差别的。最主要的不同呢，其实就是国内的公园大部分他们人工的这个痕迹会非常的重啊。我个人觉得这个人工的部分能够达到90%以上，就国内所谓的公园，除非你到什么自然保护区啊这种，这是另一回，这就其实就概念上也不叫公园了，对吧？但是加拿大这边的公园呢，起码我去过的这2个城市，它人工的成分应该有占到10%到20%，80%以上的还是天然的痕迹。它这个人工呢，其实是比较倡导人与自然的结合。这么说有点讽刺，好像人与自然是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东西，但是目前来讲，你要是比较能真实的作为一个个体，我说作为一个个体啊，普通的个体，你能体验到人与自然的这种感觉，还是类似于像发达国家这种公园会做的比较好。他会选择一个，比如说像河边啊，或者是原来就是一个小树林呐，或者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一片荒草，甚至是啊。那么它在这个开发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如果是荒草的话，他会把它这个草给它割一割，土地翻一翻，种上一些新的草皮，然后修一些步道。那如果是这个树林或者是河边的话呢，其实就会从这个，比如说如果是河边，就是沿着河的两岸去修一条人比较方便走的步道，然后如果是树林也是找一条这个路啊，去简单的修一修。而这个修呢，也就是土路，就像我现在走的这种，我不知道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像这样的路。你说这种路它自然界是不会生成这种路的，是吧？旁边还有一些这个游玩的说明，说你这儿能够看到在哪里能看到什么动物啊什么的，然后还鼓励你拿望远镜去看一些鸟，说在这儿能什么季节能看到什么样的野生的鸟类或者动物。当然没有那种伤人的动物啊。这边最大的，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告示牌，最大的能看到的野生动物就是鹿。但是你看它这个陆地就是这样，是人工曾经去开发过，这是肯定的，但是基本上也就是这条路啊，我也不太相信。那你看还有像这种小路，你可以随时发现一条小路就窜进去，这个就是更小的，这个可能就是人走得多了自然成了路的那一种。但是我不相信旁边的这些树木，这个都是人工这个栽培的，移栽过来的，这个我是不信的啊。那你像这边我是河边的公园，这边的这些树，如果你真的穿过去就是一条河，所以其实它人工的成分其实相对来讲是非常低的。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公园里面去行走的时候，游玩的时候，其实你时时刻刻到公园，你感受的其实是自然，大自然的气息。我必须说秋天来了嘛，像我一个常年生活在这个也算南方吧城市，基本上这个对于秋天就每次都是想抓也抓不住的感觉，转瞬即逝啊。但是现在就是到这个更加偏北的一些地方以后，我觉得这个秋天其实还是蛮明显的，而且也挺美的，所以今天也趁着秋天，我也徒步一下，也顺便可以在户外跟大家聊聊天，录几期节目。想呼应一下我之前发的一个关于真相与和解日的这个话题，因为上次不瞒大家说，我录完了之后呢，
在放出来之前是先给我老婆审查了一下的。这个审查的目的倒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个样子，打引号的审查啊，就是我想让他听一听看，其实因为我给大家讲的一些信息都是来自于他参加的那一次讲座嘛。我也承认我忘了很多，当时记得，但是过了大半年了，我只是零星记得一点，那些细节都忘了。所以他在看完我这个节目的时候，又给我补充了一些细节。我还开玩笑说我要重录嘛，他说不用了，那我就再补一期。今天一边散步一边，这也不叫散步啊，一边徒步一边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真相与和解日，他纪念的这个孩子啊，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当时的第一批的欧洲殖民者在刚刚登陆加拿大的时候，跟加拿大的原住民接触之后，他们发现加拿大的原住民在当时的那些殖民者的眼中，觉得这些原住民比较的野蛮，就是文明程度不高。这个我想大家能理解啊，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也并非一日之功。那在那个时候，这些刚刚移民过来的人，他们应该是经历过工业社会，是吧？他们的这个文明程度自然会比当地人要高一些，所以他们当时就觉得，一方面是有点看不起、鄙视，但是也不是说，也不能说像有些情况做的就是把他们都杀掉或者怎么样，那也倒不至于。就是说，那我得改变你们，啊，就是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又来了啊！我要改变你们啊！我是文明的，你们是野蛮的，所以我要帮助你们啊，更快的跨入到文明。那怎么帮助呢？就通过教育啊，像你们这孩子都是不上学的，我们这就是从小从学校学下来，这是我自己给大家脑补的啊。反正他们就抱于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就把当时的一些几岁的孩子吧，就是刚刚需要上小学的这样的孩子，就是强制性的让这些孩子去上学。那这个因为当时这种原住民应该是没有什么上学的概念的吧？那怎么办？要强制改变你啊！我要强行的改变你，我要让你去上学。那就只要是到了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就会把这些孩子统一的、强制性的从父母身边给抓走，然后就去集中的带到一个现在我们说的叫寄宿学校的那样的一个地方。那带到那儿了之后呢，由于那个时候即便是殖民者，他的这个文明程度也不像现在这么高，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待这些孩子也并不是非常的好啊，也有一些就是非人道的事情去发生过，甚至有很多的孩子干脆就失踪了。哎，我看到了一个野生鸟类在我旁边，已经没了。鸟太难拍了，我就不给大家拍了。就甚至就是失踪了。然后这些孩子呢，一方面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迫跟自己的父母分离，就是长时间的分离，造成父母也不认识，就对孩子也生疏了，孩子对父母也生疏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在学校又没有受到很好的人文关怀，就这种待遇都没有受到，只就是活着而已吧，啊，我这么理解。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呢，学校是会强迫这些孩子从这个小学那个年纪吧，就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要学习英语。那久而久之，其实这些孩子就忘记了自己原来的这个原住民的语言，就不会说这个语言了。那即便是这些孩子将来还长大了之后还能活着回到自己的家中，见到自己的父母，那你想想看，长时间的分离，一方面是已经在情感上对父母生疏了，已经不是那么的熟悉跟亲近了。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们就长时间的由于都说英语，而他们的父母是这个原住民，他们有自己的语言，那就造成了语言上有不通。那你想想看，这样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其实即便他是属于
这个时代孩子里面比较幸运的那一个，没有失踪，最后也活下来了，也长大成人了。那他这个童年也是其实非常惨的嘛。这一代人长起来了以后，应该就变成了有一部分啊，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到现在，应该就变成了上一期视频当中我说的什么流浪汉啊这种，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受的这些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没有能力，也不知道该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重新站起来，然后捡起自己的生活。那更惨的是呢，其实还有一些孩子被强迫的送到这个学校之后，后来就失踪了，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也不知道哪里去了。然后后来这个，我说的这个真相与和解这个机构嘛，就是这些有一些要研究这个历史真相的学者，他们就去到当时的那个学校去探查。然后就在学校的周边附近，发现了非常多具的这个尸骨，就会被发现。所以其实做到这一步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相。那知道真相了之后怎么办呢？就是像我上期视频当中跟大家去聊到的，就是现在呢就会给到原住民一些政策的偏向，给他们更多的补助，说白了就是给更多的钱，给更多的帮助，让他们即便没有收入，也可以很好的能够。我在想那个地方有一条小路，能不能去河边看看？等会儿再说吧。能够生活下去，对，给他们有更多的正向的偏向啊。那这个就是后面的和解，但是我觉得这个和解它并不是和解的核心部分。最让我感动的，我为什么说这个节日是我登陆加拿大时候遇到的第一个节日？即便在去年，我还不知道这个节日背后的这么多的含义的时候，我看到了这里的居民是如何过这个节日，如何对待这个节日的时候，我甚至都不能忍住眼泪就能流下眼泪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和解更重要的部分是对除了原住民以外的普通人带来了什么。你看我这属于新移民，或者是你叫什么都可以，然后包括一些加拿大比较多的印度人白人，然后还有甚至一些中东的人。这个鸟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到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的Osmo是广角飞走了。你看我没骗你们啊，真的是能看到野生动物啊。那他们可能出生在加拿大，但是他们并不是原住民，也有可能是半路才移民过来。那么他们怎么样去对待这样的一个节日？他怎么样过这个节日？就像我说的，橙色的 T 恤，还有在学校当中会去画这个手工作品，然后贴出来，然后进行展示，甚至还会有一些组织非营利组织或者这种去对他们，Hi morning， 去对他们进行去对这段历史进行一些宣传。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才是我真正为之动容、为之感动的部分。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是如何去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我们说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它必定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任何东西的，只要谈到发展，它就存在演化，存在不断的去进步的这个过程，甚至有的时候都不能说是进步，而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就说白了，它是一个过程，就像人的生命一样，它是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任何的物种也好，还是群体也好，还是什么，你说人类的高级的这种社会形态也好，它都不可能避免会发生一些灾难，会发生一些错误。但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类文明，它就是你判断一个人类文明是不是
能够让你挑起大拇指，就是能够让你去动容，能够让你从内心觉得认可。那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是如何看待错误的，这个太重要了。我们生而为人，人和动物的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同理心。有一本书就是专门讲人的同理心，他就提到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生物。为什么？因为人有同理心，动物没有同理心。那当然，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同理心。他说，因为人有同理心，所以当他要去迫害自己的同类的时候，他是所有物种里面最残忍的。因为他有同理心啊，他身为人，他想迫害的那个人，他也是个人，所以他只要想一想他自己怎么样最难受，他就用那种最难受的方法去对待那个人就好了。你这不是惨到家了吗？是吧？你没有任何的这个秘密可言，因为都是人，人迫害人，你这还说啥？他又有同理心，他其他的物种他没同理心，他就想迫害他。你说动物打架是吧？他没有同理心的话，他就合着力气乱打就得了。那这个其实好办好防。那你要有同理心，专门到着弱点去打，那完了，你这防无可防啊。所以说，同理心它表现在这一方面嘛。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判断一个人类文明是否是好还是坏的话，你不能说坏，就是好还是就更好一点，还是更有待提高一点吧。其实也是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去看的，就是你是一个人，你用你最真实的这个人类本能的这种情感，你来去感受一下这种对待错误的做法跟方式，它能不能撼动你内心的那个最柔软的部分。当然我知道人和人不一样啊，我属于那种虽然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但是还难能可贵的保留了一些生物本能，就是这个没有被社会磨平吧，你可以这么理解。我还是走上面吧。哎，这个地方我可以带大家到河边看一看。路比较好走啊。哎，还好刚才看到2个人在跑步，跟他们打了一下招呼，要不然我一直走了这么久，我一个人都没看见。也有点小怕的说，哎，这个能到河边吗？啊，能下去，但是我就不下去了。啊，这好像是一个排污口嘛。我的 Apple Watch 提醒我，你是不是在户外步行啊？我确实忘开了，我现在开一下。啊，它已经在后台记录了18分钟的户外步行了，因为我忘记打开了。怎么样？这个秋天的景色。好了，我们继续回去吧。啊，虽然能下去，但我就不下去了哈。哎呀，看，啊，继续走上大道，跟着我的脸，哎，没跟上，哎，没跟上，跟上了，好嘞，咱们继续聊哈。就是你通过这些人是怎么样去过这个真相与和解日的这些活动、这些行为，其实本质上你还是要从人类活动当中去判断他是怎么样去承认自己的错误的。这个其实从一个国家的外面去看，其实你还体会的不是很深，因为你没有置身在里面，这种内心的东西你还是要进去之后，你才能够有更好的切身的体验的。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更相信身体的反应，而不相信我大脑的判断，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啊。接下来会不是接下来，就是以后啊，肯定会聊一期节目，会聊到我的这个爱情婚姻观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去聊一下。咱们把这句话展开一下啊，这个也是我的这个血泪史啊，早年比较
幼稚啊，就是相信自己的大脑判断，没有相信身体判断，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个不重要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哈。就是说这个是真相与和解啊，我真正的就是明白了它里面的含义是什么，也非常的认同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其实我在国内生活的时候，各种什么法定假呀之类的节日啊之类的，对我来讲无外乎就是一个能够在家里多休息2天的一个事儿，是吧？如果像我们在零售业，你要上班的话，能多拿点钱，就仅此而已。当然，我这种比较宅内向，那如果对于比较外向的人呢，他就是意味着应该就是能够出去玩呗，是不是？但是就是很少有节日是说哪个节日是为了纪念我们原来曾经犯过的错误。你只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以后，你才能够保证自己未来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嘛。所以这个话题我们暂时就不深入了啊。好，我又到河边了，我看这里能不能摸到水啊？能摸到，但是这个也是要给大家看一看吧，是吧？也是有这么一个坡，你要下去的啊。我拿着这些设备我就不下去了，所以你怎么啊？到这儿啊。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又回到公园那感觉，瞎聊啊，没主题。就是这里公园就是这样，它没有什么明显的人工的痕迹。就是你自己在超市里面买一个橡皮艇，你直接把它扛到这儿，到那个水边，你直接下去滑，也没人会管你，也不会觉得是安全。那当然了，你死了也就死了，是吧？淹死了也就淹死了。那你看这个对面山上的这些树，你就很明确，像这样的风景能够在这里持续至少1个多月，那你就会明确的感知到这个是秋天。好吧，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就先按下停机按钮，如果还有其他想聊的，我们再开机，拜拜。